你信不信？有些事，上天让你做不成，那是在保护你。别抱怨，别生气，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，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人生各有渡口，各有归舟，有缘躲不开，无缘碰不到。缘起则聚，缘尽则散。我们要始终相信，世间所有安排自有它的道理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我们只要一直做个善良温暖的人就好了。有些事，上天让你做不成，都不是偶然，也不是无缘无故，必是有所欠缺，有缺才有缘，不过是为了让你夯实本事，见证真我。凡是你侥幸过关，取巧得到的，才是偶然，迟早还回去，而且还要加倍归还。任何强求的东西都不属于你，任何急功近利的事情必会秋后算账，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能失去的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，属于你的东西丢了也会找到。不要急着跳着埋怨焦躁，尽力后是你的，放他走之后还会回来。不是你的，失去比得到更踏实。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左右的，你只能把握自己，尽最大努力去付出，但你不能强求结果一定如愿。尽最大努力去付出，不管是不是达成初衷，但生活一定不会亏待于你。请相信，如果事与愿违，上天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加倍奉还。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行善不求福，才会得到真正的大福报。无为而为，才会无一差柳柳成荫。吃了别人的亏，只要坚持行善，别担心，上天会给你更多。有些事暂时失利，只要坚持努力，你所失去的东西最终都会回来。善报可能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永远不要去责怪你生命中的任何人。好的人给你快乐，坏的人给你经历，最差的人给你教训，最好的人给你回忆。人生不过是一场聚散，磁场相同的人多一些陪伴，缘分不深的人只不过是早些离开。离开并非伤害，只不过是一种解脱，另一份遇见的开始。李玟嫁大16岁老外，人工受孕9次失败，对待2个妓女犹如亲生，然而却遭遇了亲情爱情双重背叛，最终48岁抑郁离世。本来失去渣男老公的垂青，失去过往的纠缠，失去一切虚妄，从此经得起谎言，忍得住欺骗，会变得更加强大而圆满。可是女人一旦你爱别人超过爱自己，最终会无家可归。只要你的主角是自己，灵魂归己所有，真正带给你成长的，
反倒是人生的沟沟坎坎。一个小和尚从早到晚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，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时间读经书。一年过去了，他发现好像只有自己每天忙忙碌碌，而师兄们却十分清闲。小和尚愤愤不平，便找方丈表达不满，方丈却一言未发，依然安排他颠簸不停。一天，寺里突然宣布考核，师兄弟们体力毅力都不敌小和尚，他就这样赢得了一项神圣的使命。他就是玄奘法师。方丈对他曾经的磨砺，成为了他心中的光，支撑他跨过千险万阻，终于取得真经，返回大唐。要知道，世事难料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好与坏，已作不失，未作不得，凡事都有因果，你所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再度归来。你要相信，老天的安排比自己选的更好，更周到。眼前再苦，你扛不过去的就是打击，你扛过去了，就成了经历。悦人者众，悦己者亡。取悦自己，并非自私自利、自以为是，而是让自己活得更温馨，生命更丰盈。风雨人生，学会为自己撑伞，苦厄境遇，要坚持为自己种花。到了一定年龄，真正迷人的不是脸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气质和岁月沉淀后的灵魂。遇到低谷，恰恰是老天给你的转机；遇到刁难，恰恰是老天在让你强大；遇到绝境，恰恰是老天让你重生；遇到小人，恰恰是老天让你成熟。坛经中说，一切福田，不离方寸。生活的好与坏，人生的福与祸，从来都不是外界的评论，而是取决于你的心。心态好，一切都是成全。一尘不染，不是不再有尘埃，而是尘埃让它飞扬。我自作我的阳光，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，哪怕是看错人，哪怕是被辜负，哪怕是撞南墙。因为你对他好，不代表他有多好，只是因为你很好。善良的心就是黄金，当你变得越来越好，不在乎回报的时候，你已是最大的受益者，你已站在了巅峰。有一个农夫的玉米品种，每年都荣获最佳产品奖，而他也总是将自己的冠军种子毫不吝惜地分赠给其他农友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方，他说，我对别人好，其实是为自己好。风吹着花粉四处飞散，如果邻家播种的是次等的种子，在传粉的过程中，自然会影响我的玉米质量。因此，我很乐意其他农友都播种同一优良品种。他的话看似简单，却深负哲理。凡你对别人所做的，就是对自己所做的。
一切迟早都会回到自己身上。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你一定要保持善念。别人的恶行未见恶报，那是别人的事，你要为自己的善良负责。恶人早晚会为自己的恶言恶行买单，你一定会因为自己的善行善念而内服。深信这一点，当下即是心安，心安便是幸福。其实有很多次，你的善念已经悄悄地为你化险为夷了。所谓未发其福，先发其慧。一个人在发达之前，在成功之前，在老天给到你一个福报之前，一定是会让你经历磨难，经历痛苦，经历感情的不顺，经历事业的低谷。要知道，就是这些经历才会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你。老天用这些经历让你看懂这个世界的规律，让你透人性的丑陋。只有你经历过了，你才会增长智慧，才能突破命运的枷锁，浴火重生而出。这也就是所谓的身不苦则福禄不厚，心不苦则智慧不开。只有你真正体会到无人问津的苦，才会品尝到回味无穷的甘甜。一个真正厉害的人，一定是在暴风雨中走过来，在低谷深渊中痛不欲生，但最后爬出来的人。要知道，真正智慧的人都是倒霉过来的人。你一定要相信，自己明明很优秀，明明准备充分，但就是得不到，做不成。其实这是上天在给你指引，指引你有更好的选择，有更好的机遇在等待着你。只有你经历过去了，你才是老天挑选的天选之人。而成为天选之人，一定是在起起落落中绝处逢生的人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人人都是天选之人，区别就是你能不能承受上天给你的6道难关。第1关，饱经磨难。俗话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一个人若连苦都吃不了，是做不成任何大事的。纵观华夏5000年历史，凡是最终成就一番伟业或功成名就之人，他们无不都是经历了无数挫折与磨难，承受的辛酸苦辣只有自己体验最深刻。就像那种涅槃重生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。就比如王阳明先生，为官一生公正无私，上报效国家，下造化天下苍生，可最后被小人陷害，逼到了绝境。王阳明心如死灰，看不到希望，真正被逼到了生无可恋的地步。王阳明最终在龙场悟道，回顾自己一生的遭遇后，直接顿悟了人生，一切都看得通透明了。绝境过后，还存在一个更光明的世界。从此之后，王阳明勤心悟道，走出了困境，把他人生的跌宕起伏且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，都总结成了一部人生智慧之书，那就是震惊千古的阳明心学。很多像王阳明这样的经历磨难案例太多了，
可真正能通过这一关的人却是寥寥无几。凡是能从绝境磨难中走出来而战胜磨难的人，皆是无畏的勇士，皆是大智者，皆是成功者，皆是得道者，皆是天选之人。第二关，身处尘埃，出淤泥而不染。做人如做一朵莲花一花一样，莲花从淤泥之中生长出来，可是莲花却没有沾染一点泥巴在身上。而做人也是一样，要跟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，永远保持纯净纯洁的一面，活出自己生命最光彩最光明的本质出来。人的一生本身的意义就是生于奉献，活在奉献里，生命结束后仍归于奉献里。整个天地万物和自己的父母就像是生养我们的淤泥本体，是心灵的根本能量，需要他们的滋养，才得以成长为一个有智慧有心灵品德的人。淤泥就是我们的根，滋养着心灵之源，在无形之中根植于爱之中。若人的生命一旦发挥不出来，人生就像是一团死水，毫无活力，毫无意义。因此当一个人能真正感受到整个天地万物与父母都是我们一整体，是生养我们的生命之根，那一颗纯洁纯净之心灵能量就打开了，宇宙的终极真相之门就打开了。一切的一切皆为我之用，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善与绝对的爱。我们的心灵是万能性的，之所以你定义别人是坏人，是你新的想到了坏的一面；之所以你定义了别人恶的一面，是你的心生发了恶的一面。一切都是自己的心灵所造就出来的一个投影，就像一朵莲花一样。淤泥它是坏的吗？没有淤泥长不出莲花，所以莲花的根一直在淤泥之中。有淤泥的存在，就有生命生长它的能量存在，所以一切淤泥皆为莲花所用所需，根本不存在不好的一面和恶的一面。人生亦是如此，天地万物皆是生长我、成长我的根本之地，一切为我所需，亦为我所用，一切皆为我之一整体，根本不存在不好的一面。世间一切我们所认为遇到的坏人与恶人，那都是来经验我们的真心本性，是来成长我们的真心本性的，让我们找到心灵的知根。天地万物皆是一体之源，无缘我无以为生，皆为我生命之整体，一切都是助缘于我，成长于我，都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份子。生命的本质本就是感恩于一切，奉献于一切，因此人生在世要感恩一切。所有你认为不好的，给你痛苦磨难的人，都是来助缘你成长的人。不经历摔倒如何成长？如何生发智慧？如何能创造幸福的生活？记住一句话，出现在你身边的所有人或事都是最好的安排，都是最好的有缘人。待到你智慧圆满，人生圆满之时，
回过头来发现缘尽缘散之时，你才懂得曾经多么不懂得珍惜上善之缘。第三关，困顿之境。人生就像是在打一场游戏升级，假如人生有10个段位，我们从第1关到第10关都会经历重重的困境和迷茫。通常来说，这就是人生要经历的劫关，重重关卡我们都得面对，无法逃避。很多人在当下遇到迷茫和困境的时候，选择逃避，没有勇气和智慧去面对，结果永远卡在了这一关卡，人生就困陷就在这一关卡里而自苦自抑。每个人在当下面临的困顿之境的时候，正是你提升新思维能力，生发智慧，成长自己心灵与品德的时候。如果升级过去了，你的人生又是一番新的世界，曾经你所认为的那些困苦困境都灰飞烟灭，你能轻松化解掉，根本不存在了。人这一生活的就是一种心灵的境界和状态，境界一旦提升，问题即刻消失。第4关，减他人之苦。前面3关都过来的人，都是大觉悟者，都是光明使者，有大智慧，有慈悲之心的人，有一种原始本性的同理心、同感心。每个生命都是有情感的，人的情感是最强烈的。比如母亲怀胎10月把我们生下来，是何其之苦；父亲常年奔波在外赚钱，为了供我们生活与读书，是多么的辛苦。人的生老病死之苦，和心理上的无形之苦，都是每个人要经历的。正是有了苦，才能懂得原来还有甜，懂得珍惜，懂得善爱，懂得在这一过程之中坚守信念，初心不改青云之志，直至抵达生命甜蜜的源头。真正能感受与体悟到他人之苦的人，才是真正觉悟到了生命之根源，生命之光才会被点燃，升起了心中的一盏明灯，燃烧了自己，走到哪里就照亮到哪里，意义无限。第5关，事业瓶颈。在向上走的时候，你一定经历到事业的低谷期、瓶颈期，在此期间，你无需焦虑，安住当下，临在自己的身体，伺机而动，掌握时机，不妄动。当因缘具足时，自有机缘巧合，贵人出现，助你一臂之力，带你一跃而起。第6关，功成名就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你一定就是一个出类拔萃之人。这时你要记得，如果你的为人能够配得上你所拥有的，有德行，有修养，能够保持谦逊，坚持学习，你自然能够凝聚8方力量，功行圆满。当你开始了解，你现在所经历的所有痛苦与磨难，都是要成为天选之人的铺垫，你就会知道，老天让我经历的事，都是我应该经历的，我只管体验就好。什么好的坏的情绪，它都是匆匆过客，
他会来，他就会走。我的目的是成为天选之人，不是情绪的奴隶。所以当遇到问题，你只管去体验，无论体验的情绪是好是坏。当你学会了向上兼容，向下包容时，一切都将境随心转。这也是冲破6道难关的关键。要知道，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对的，你对他好，他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回报你。一个人的磨难有多大，福报就有多大。只要你能坚持下去，就有浴火重生的那一天。记住一句话，人到绝处是重生，越是绝处时要守住自己的精气神，反观自己，专注当下，平心静气，不急不躁，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初心。如此内在神性自然会给你智慧与答案。一个真正厉害的人，最高阶的能力，就是当所有人都认为你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，而你却可以涅槃重生，解决所有的困难，东山再起，逆风翻盘。要知道，交不困而不成龙，君不困而不成王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